这一集啊，全部来讲这个乐谣。我们这一集准备了大概有9件，我们先从这个所谓的民谣器先讲起。大家好，应该是3个月了啊。我们上一集到现在，以前是2个月拍一次，上一个片。那么因为最近各方面事情多，公司两忙啊，两忙啊。我想蔡先生也是一样，以后我们上片会调成3个月一次。我想蔡先生一样有这个默契，我们会久久长长。只要我们身体各方面状态都还好的话，还会持续还好几年。这么漂亮的东西啊，如果不给它留下记录，是对不起这些这么好的文物。我们上一片的片尾啊提到，再下来要上的片应该是所谓的北宋官窑。那么北宋官窑啊，蔡先生比较平常心来看待，但是我不能平常心，因为那个东西啊不止稀少，也没有任何的认证，没有任何专家或者一群专家大家讲说所谓几件这些可以归纳为北宋官窑。慢慢的，我们把蔡先生手上有的南宋的官窑、南宋的歌谣展现给大家看。那么从这个展现以后，再连接到所谓的北宋官窑，我想大家会比较平常心、比较能够接受的角度来看待啊，确实有可能这些所谓的北宋官窑。要讲到这些官窑、歌谣器啊，一定要讲它的流传有序。他们那个序是起手于所谓的这个乐窑。啊，乐窑是属于中国的陶瓷器，比较算就是比较经典的，最早的，最主要都是从南到北，对，浙江各地都偏烧啊，再后来变成所谓龙泉窑，时代跨得很长，工艺技术各方面也是非常的起起伏伏啊嘛，流传下来的很多优秀的作品啊，变成中华文化里面非常珍宝的一块啊。其实乐窑哦，是从东汉后期开始烧造的，一直烧到北宋大概是中后期才开始没落，北宋晚期就停烧了啊。技术比较好，烧的比较有名气的，大概就是唐末5代的时候。我们有听过秘色瓷嘛？哈，秘色就是说一些唐末的时候，或者是5代的时候进到宫廷里面去的几件啊，烧的一些比较精美的哈。秘色瓷，秘色瓷是乐窑的一种，但是乐窑不能叫秘色瓷。那什么叫秘色？就是一般来讲，就是进宫宫廷那个是很珍贵，一般来讲就是不轻易展示给别人看，所以一般普遍叫秘不示人，秘色瓷，这是这么久来的啦。那秘色瓷跟这个乐窑有什么关系呢？就是因为它颜色的关系，它的胎除了比民窑的胎细以外，它的烧的一个器型当然是宫廷要用的一些，比如烛台，然后一些特殊的一些瓶子、净瓶啊之类的哈，它的颜色应该属于翠绿色的。像那个什么就有讲过什么夺得千峰翠色来，那起的就是秘色瓷。最精美的哈，应该就是像我们的翡翠一样，但是这种颜色很难烧的哈。那等一下我们有几件类似这种秘色瓷的哈，大家来看一下哈。那这3件就是这个是比较老的乐窑哈，可以追溯到快要到了这个是东晋，这个是鸡首壶哈，温度烧的比较高哈，胎比较厚实一点哈。
那这个是属于龙瓶了哈，这个声音也还不会算低温呐，这也算偏高了，不算低温的，对对，这个温啊，对，这个很高，这个更高了，这个高，对所以这3个虽然是民谣，但是都是非常高的一个。富贵人家才有这个东西，因为就是南宋的时候啊，大部分的那时候烧出来温度也都是1200度上下，拉不到1300，这个都是接近1300度。对，那这个瓶子就是民间的瓶子，可能不是食用器的哈，它可能是用冥器用的，它用途是在冥器上面的。就是祭祀用品，比较可能会砸手，所以不合理，所以比较是一个冥器。这个很漂亮。那这一件就是可能是多子多孙的意思，希望能够多生孩子的意思，因为老鼠繁殖的很快。还有一个。以前这个谷仓啊，最怕老鼠，所以他是创造这2个老鼠来保护这个谷仓。我是老鼠王在这边啊，你不要老鼠不要来，里面都有花纹啊，它是非常细工的一个东西，它还网格纹。这釉水比较好，一般来讲越窑的釉水都比较薄，这个釉水上比这个不止釉水好，这个东西的胎土的紧密度啊非常高。非常重，非常沉，而且它那个炼胎的时候很扎实。底部如有看到的话，看到这个，我可以知道这个胎土的紧密度非常高。所以越窑它的盛名啊，那么出名的这个东西啊，它是源远流长啊，很用心的啊，民间的窑工很优秀的窑工，以现在来讲，都是非常一流的艺术家才能够制造出这么漂亮的东西。接下来这2件都是很细工，这样的器型或这样的实用器啊，非常普遍。那这个是现在是完全没有人在用的东西，但是这个在古代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大家也应该一看就知道这是桌台。一般是铜啦，因为要稳嘛哈，要不然就瓷器，底盘要大这样子。木料的话会烧掉，所以不太可能，所以铜器也很多。它工也这么细，底下这个凉拌纹，上面这个旋纹，古时候的官宦人家啦，他们生活的水准也是非常的高。那么这一件呢，肯定是放久了，背着一条龙，这个雕啊也是非常的有力。身上即便它这一条龙的整个一大片一直拉下来，但是那个力量还是很有那个味道。这条龙是回头的，这条龙是往前的，这个龙是回头，对，它头一左右，对。以前像这个就是梅瓶之类，它倒酒不方便，所以把口做大，倒酒就经济，装酒就方便多了。这个就是所谓的盘口梅瓶之类的。它这个是盘口，这个是好倒酒。对。但是你看看这个为什么收紧部，不只是为了好看，酒气不容易散掉。酒气不给它散。这2件的话就是唐代的东西，这一件东西可以在台北故宫博物院有个类似的，也定为唐代的秘色瓷，知道？那这个是为什么定唐代呢？比方看到这种龙，这是唐代的龙的造型。它是几个爪？它是2个爪。中国龙啊，从2个爪变成3个爪，变成4个爪、5个爪。4个爪比较少啊，3个爪很多都跳到5个爪。4个爪的话就是元朝的，3爪跟4爪。大件的瓷器4个爪，小件的只剩3个爪。大概从明朝以后，大概都是5爪了。明朝的早期还是3爪、4爪，像永乐、宣德的，对，开始以后就开始5个爪。对，那对这个后面是以前在电烧的时候是用枝条或者枝圈它是一块一块接起来，一条一条接起来的，不是像宋朝那种支钉烧啦，它是一段一段的、一条状的来撑起来。古代的烧法都这样，整个就是圈足肉头，要不然是枝条垫起来烧。那这2个就是比较特殊，就是它是唐代的，因为越窑在唐代的其实留下来并不多，大部分都是5代到宋早期的比较多。唐朝那时候基本上没有龙泉窑这个字，那时候龙泉窑到宋中后期才有龙泉窑就出来。可能那时候呢，龙泉窑都有在烧了，但是它被归为越窑。对，都是一样，那一大片在烧。因为在浙江有好几个，有一个龙泉窑，还跟真窑，还有欧窑了，还有一个就是所谓的越窑，这几个窑都在烧啊。接下来这2件非常细工，如果以后来的有明清的话，这个肯定是被认定为官窑。
进攻到宫廷里面。对，我就是官廷对，用，宫廷用的，对。你看它这个镂空的这个裸雕，那个细到这个程度，这个釉表啊，尤其这件的釉非常漂亮，那个油疏光非常漂亮的东西。它的技术比它好，烧窑的技术。那么这个它主要的用途啊，我想一般人会跟我一样的讲法，但是蔡先有不一样的解读。这一件从它的造型来讲因为它是很精致的，它不是烧香用的，它是属于花熏。花熏从唐比较流行到清朝都有这种摆鲜花的，因为宫廷的妃子啦，或者公主啦，或者皇后之类的他们这大概都有很多一些侍女嘛就是他们的丫鬟之类的，大概很早就要天刚亮的时候就要到花园都种很多鲜花，把有香味的花采在里面然后就端在他的寝宫里面去。所以，因为这个从以前使用过的痕迹的东西来讲，并没有用。如果说点香的话，这边一定有烟熏嘛，它使用过都没有，上面都没有什么熏黑的痕迹。这个特点就是两个摆在一起烧的因为这种瓷器的话，它的盖如果分开来烧，它膨胀系数不一样，盖不见得会密合。对，它这个那种密合是摆在一起一起去烧的。那这种颜色因为是本来有釉的话，它把釉刮掉虽然釉刮掉以后，它的釉还是有点渗到胎土里面，这样烧的话还是会粘在一起，所以它用几个隔绝，可能一些灰或是一些宣纸之类的烧了就烧光了它这个也是护胎釉，其实不是护胎釉，它本来是上透明釉上去的，跟这个釉一样的釉它整个给它刮掉，再重新刮掉。这一件看不出胎土颜色，对，看不出胎土颜色，所以你把它这磨掉，它也是属于灰色的胎。那这个都属于进攻到宫廷里面用的实用器。那么这一件呢，它的整个做工造型非常有水准。它身上它是这个浮雕是几层的浮雕雕出来比较深刻然后浅刻一层一层上来，底下主要是3条都是这个灰凤浅刻，这个是看花。对，算云朵的，算云朵整个它这个浮雕的这个功力啊，我个人是觉得非常不简单。还有一个，这个圈足非常细，应该是唐末5代的东西。你认为是比较唐末5代的东西那大概就是1200年、1300年左右上面这个叫做覆莲瓣纹，下面这个叫仰莲瓣纹一下去一个往上其他的花来作为这个样的装饰，好像大部分都唐宋一直到那个很少看到其他的花。我是说有没有其他的花？很少。你像那个菊花什么菊瓣纹，它是做平面的前面只是画工的，对，很少像这样。没有说这种雕刻出来的浅浮雕都用莲瓣纹。再下来这2件是越窑里面的极品，所谓的秘色瓷。文献一直有记载，1100年前，就是北宋之前，宋代比较多了，对，5代那时候呢，就是一直有这个我形容秘色，因为是这个是前世的那个王朝，他要进贡给其他的大国所以他就烧出来都是经工要求，不好的不行，可能也经过挑选，比较好的再供出去。但基本上一个确定，它是一个高档品。那么高档品最后是被发现是法门寺地宫所以那个变成是轰动。那时候中国当年的可能是排在第1位、第2位啦。那个地宫出来10几件其中文献记载写的就所谓秘色瓷。我原本对于秘色的印象是它的土比较偏向传统的越窑器，是比较偏黄，有黄色的色彩我没有亲眼去过那个博物馆去看过这些东西而我的印象到现在为止还是比较偏黄。不过蔡先生就指正了，正确的这个秘色瓷颜色是翠色的，夺得千峰翠色来，那是对陆龟蒙写的。这个秘色瓷到底比刚刚我们看的那些越窑器有没有比较漂亮？有没有做工各方面有没有比较好？我是保留了，因为那些已经很漂亮了。一般来讲，真的只有这个法门寺出土那个秘色瓷，它不是出土有几件是，它得到身份证。对，有几件，它不是全部都秘色瓷，秘色瓷就有几件，它特别标秘色瓷。然后你去看的秘色瓷，
它的颜色是翠绿色的，漂亮到像类似翡翠那种颜色。但这2件我不敢说一定是秘色石，可是它是往秘色石的颜色去发展去烧出来的，所以类似这种青翠翠绿的颜色。不敢说它是像那个缅甸那个翡翠的颜色，但这种以青绿色的方向走。它的这2件的做工比较复杂精致。那也是一般民窑做不大出来的，这是专门做到宫廷用的。它的做工比较繁复，比较精致一点。上面有个也是暗花图，这种图腾哦，都是属于唐代的画像画工。但是我不敢说它一定是唐代，那起码是唐末到5代之间的东西。这是属于那种越窑系啊，秘色石算越窑的一种了哈。那这个是2个做工方面都是比较复杂，尤其这边的捏出来的花口。一般这种花口哦，宋朝比较流行，唐5代的时候很难捏出这种形状的花口来。那这里只是四细平哦，我是觉得它的整个线条比例方面是比刚才的任何一个越窑都漂亮。我们讲说这个算是这个盘口哈，跟这个四细整个的比例，我敢说现在陶艺家哦都捏不出这种线条出来。这个小件，但是很多的细节了。对，很多的细节，它的主要你看到它的线条，这个杯子的线条哈，这种器型不容易，可以说是宫廷定烧的东西。它这2个图案，这2个我们叫开窗，对，开窗这2个都是寿桃，祝寿的意思，对。最重要就是求一个延年益寿嘛。这个花口从这一件我们看得出来啊，在北宋之前。可能200年左右就已经有花口了，这个在太早之前没有嘛？没有，对啊。但是这个是在北宋之前啊，所以是它也是有从上面传下来。对，这个不好捏啊，这个釉色也非常漂亮。今天这个越窑总共的9件，作为一个栏目1集啊，这样的分量应该差不多。那么接下来我们有南宋官窑啊，最少6件。再下来，我想大部分的行家都对这个东西特别感兴趣的，就是歌窑。因为歌窑器，我是认为是纯式的中国的古陶瓷里面是最稀有的，官窑几百件啊。对，官窑蛮多的。全世界有哪几个博物馆有歌窑？我看都不多。有我的眼光还是认为还是比官窑还漂亮。所以接下来2集啊，大家可以看到非常稀有了。再下去是我们放这个北宋官窑呢，我们再研究好不好？在适当的时间我们把它铺上来。对，好，谢谢。像北宋官窑开始不符合宫廷需求的，全部打碎。从那时候开始，就是所谓的官窑都不会流出民间来，不像北宋早期的汝窑，工艺减退，皇帝定烧了以后没选上的可以退回去，自己在民间买卖。